我、朱团才、郭川，还有几位老码头老技术人员参加。我再重申一遍啊，防汛无小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而铸成终身的遗憾。我希望大家打起12分精神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都听清楚了吗？听明白了。老秦啊，难道说这今年的汛情比98年还严重吗？你搞这么大阵势，不劳民伤财吗？省里的万省长都亲自挂帅了，你说厉害不厉害？这也轮不到你愁眉苦脸啊。港务局这边有肖明顶着，江河呢是集团一把手，就算真的水漫金山了，那也是他们俩的事儿。是啊，连我这个即将退居2线的人，还要撑着这么一口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哎，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悲观了吧？不是老秦啊，我刚才没别的意思啊。江河呢，处理一下这个沉船事件呢，修复一下跟崖山煤矿的关系啊，这是内行。可要说起防汛工作来，他可差老鼻子了，还得你坐镇。是吗？那当然了。像东江港这么大的内河码头防汛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一环套一环啊。那江河哪懂这些？哼！唉，大水当前，别的我倒不担心，煤码头的防洪堤，我倒真是放心不下。没事儿吧？这防洪堤都多少年了？要是有问题，不早出事儿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今年不比寻常。煤码头的防洪堤是孟建荣建的，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是你做的后勤保障吧？啊，对呀。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劝你啊，还是去找他好好谈一谈。如果真有什么隐患，赶紧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影响了整个东江港，甚至更大范围的损失。我知道了，我马上找他。情况嘛，就是这样。同志们，刚才王总把几个重点防护地段都说清楚了。看来，越是下游，风险越大呀。东江港的江河同志，哦，到。你们煤码头身后溪口大堤上的那个运煤通道有多宽呀8.7米。各矿山通过东江港中转煤炭，不是都要经过这个通道进港啊？对。说这个通道是他们东江港的生命线也不为过啊。可它也是大堤上撕开的一道口子啊！俗话说，千里之堤汇于蚁穴，那可是一个近10米的大缺口啊！程副省长，王总，这防洪大堤西口段啊，距离那个江边还有上千米的距离。10年前我们扩建煤码头的时候呢，专门花了重金，在这个煤码头打造了一道防洪堤。都这么多年了，你再大的潮汛都没有漫过那道防洪堤。你今天没戴耳朵吗？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今年的汛情不同以往。你还想心存侥幸？必要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缺口给我堵上。堵上？省长，你这不要我命吗？什么？再说一遍。程省长，这个运煤通道一旦被堵上，我们东江港的生产可要瘫痪半年啊！江河呀，江河，你就只看到你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吗？当然不是了。这抗洪救灾最重要的就是确保
电力的供应。我们东江港的煤码头在沿江地区中转量是最大的，如果矿山里的煤运不出来，这个电厂没有煤发电，这对华东地区的经济损失可就更难以估量了。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只告诉你一点，必要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口子给我堵上。一旦长江水涨堤决，包括省会在内的上千万人口就将受灾，几十个县市都将沦为一片泽国。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都将沦为历史的罪人。别说是要你的命，就是枪毙你10回也不为过。听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喂，老秦，我在回来路上呢。形势严峻啊，我们溪口大坝见吧。你把沈一威也叫上。刚才江河在会上的态度你怎么看？这小子心里不服气，可真到了抗洪的关键时刻，容不得他胡来。我现在跟你说清楚，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给他上套子。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数了。江河胆子大，我还真担心他到时候犯浑。非常时期，稍有不慎，你我都担待不起，千万马虎。我知道该怎么做。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今年不比寻常，煤码头的防洪堤是孟建荣建的。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是你做的后勤保障。请进。朱总，哎，你找我？宝宝，请坐。哎，哎，孟总红光满面，心情不错呀。嗨，这不头2天在滨海发了笔小财吗？啊，小财啊！哎，这个呢，那一点小意思，不必小纳。孟总发财，我就别跟着沾光了啊！嗨，啊，现在这种形势，谁还敢抽这个呀？我得多干几年呢。说正事啊，约你来呢是老秦的意思，就是煤码头防洪堤的事儿。如果遇到特大洪水，能不能挺过去？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哎，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今年的汛情可不比往年啊，有人预测可能会达到98年的洪灾级别。省里这2天连续召开抗洪会议，东江港是重点防汛单位，省市领导点名让1把手参加会议，不能派代表出席。你说这事儿得多严重啊？啊，哎，朱总，这道大堤要是有问题，这都10多年了，那不早出事儿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是最好了。我跟老秦也这么说啊，但是呢，我还是劝你啊，你还是派技术人员仔细的查一查，如果有问题赶紧解决，千万别掉以轻心，啊！行，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布置一下啊。哎，老孟，行，没必要。行，我先回去了。好，那不送了啊。哎。
江总，来了。江总啊，怎么样？省里有什么指示吗？会议传达了国家防总的指示。长江一旦发生了重大洪水，长江中游的金江大堤和我们这段的西口大堤都要成为重要的保护对象。省防总已经明确指示，洪水一旦漫过煤码头的防洪堤的警戒线，就要立刻封堵西口大坝运煤通道。这一封堵运煤通道，煤码头不就完了吗？是啊，可如果洪水形势严峻，我们也只能这样啊。无论如何，不能让洪水漫过煤码头的防洪堤啊！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得守住煤码头的防洪堤。老秦，你有什么想法？陈总不用吓唬自己，封堵运煤通道只是最后关头万不得已的做法。老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花重金在煤码头上建的这个防洪堤，可不是摆设啊。老秦，你是老码头了，这几十年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这经验肯定比我们一杯要多。我想请您主抓防汛工作。我们成立一个防汛指挥所，我任总指挥，是第一责任人，你任常务副总指挥，主抓具体工作。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啊。眼下当务之急的是督促省防总来调拨防洪物资，主要有麻袋、砂石、水泥防洪桩，还有打桩机、钢筋垄、救生衣、雨衣、强力手电等等。我让设备处计算一下，马上报给省防总。一杯，有老码头在，你一条命啊，就留着吧。江总啊，要想保住沈总的命，还得请一个人出山。哎呀，秦局长，我平时也不喝茶，您就将就点润润嗓子。老卢啊，你退下来以后，我看你少了。老兄没有怪我吧？你说哪儿去了？你是大忙人，我这一把老骨头了，看不看无所谓。对了，我今天早上听的天气预报，说是东江中上游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已经突破了往年的同期最高纪录。弄不好今年恐怕会有一场大的洪水。咱们这个煤码头刚刚有了点起色，要是被洪水给漫了，哎，又得3、5年翻不了身啊。是啊，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事儿。省里头已经明确向江总交代了，如果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要坚决封堵运煤通道。我这不是向你来讨招来了吗？哎呀，说讨招严重了。我看你今天来啊，心里头最没底的，不是封堵不封堵吧，而是真的洪水来了，是漫堤还是溃堤吧？孟建荣陈建的那个防洪堤，真的管用吗？老卢啊，这煤码头的防洪堤，它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当初呢，这工程造价确实是高了点儿，但是标准是在那儿的。20毫米双层的钢筋网，砂石浇筑，而且还有市质量监督局的正式验收，有大红章都盖在那儿呢。当时新华已经是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了，他夸张的工程，你说这质量监督局能不给验收，能通不过吗？啊，再说了，孟建荣在质检局也没少下功夫。老兄啊，这可关乎到卢市长和我的清白声誉，可不好乱讲的。那行，我就说孟建荣。你说，要是你心里头没有猜疑，也不会大晚上的到我这儿来找我。当年负责工地保障供应的是朱三才，他一声令下，你说我们谁都进不了那工地的核心区。今天我在这儿撂句话，如
如果这个工程100%有问题，恐怕屈了孟建荣。但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了，闹到最后真的不可收拾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把孟建荣叫来，我带他去防洪堤上，用冲击钻钻他一些窟窿，看看下面的钢筋是不是都是20毫米，中间的间距是不是符合标准，水泥能不能达标？你看他敢不敢来？老卢啊，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恐怕不只是打我秦池一个人的脸啊。秦局长，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真的洪水来了，把大堤冲垮了，你说这个责任到最后谁来负？这样，老卢，我亲自去找孟建荣，让他给我交个底。万一，我是说万一，如果他在工程上弄虚作假，咱们还有什么别的补救的办法没有？补救的方法当然有了，那就是加固啊，让孟建荣出点血。好，老卢啊，如果在工程质量上出现什么问题，就按你说的去办。这个孟建荣要是敢在防洪堤上弄虚作假，我饶不了他。回来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呀？是吗？吃饭了吗？不吃了，没什么胃口。妈，回来跟你说件事儿，从现在开始到汛期结束，我得搬到江北了。沈一伟已经在那边帮我找好宿舍了。这么急着走啊？这饭也没吃，脸色还这么差，你是不是发烧了？可能有点低烧吧。吃药了吗？没事儿，一会儿回去吃点药啊。我这身体底子好，放心吧。还底子好呢，你这急着走，这身边又没个人照顾你，我能不担心吗？妈，你知道我身边没人照顾，你还跑去跟卢倩闹，你那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啊？哈，原来你今天回来是兴师问罪的吧？这卢倩找你告状去了是不是？你都跑我单位去了，还用他告状？他现在已经跟我冷战了，这回你满意了？那太好了，那你赶快跟薇薇把复婚手续办了。妈，我跟薇薇都离婚多少年了，你怎么还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呢？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就算我不跟卢倩在一起，我也不可能跟薇薇复婚了。过去就过去了，回不来了，你死了这条心。那你就不想想默默了？妈，默默是我的女儿，是你的孙女。我跟丁薇薇复不复婚，这个事实都不会变。我们会永远爱她。至于孩子，我相信默默长大以后会明白的。我有点不舒服，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了。妈，你也早点休息吧。薇薇啊，这几年江河操盘东江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居然现在产生了上市的想法，心智之坚，行动力之强，让我这个老头子都得刮目相看的。当年我们入驻煤码头，就是拿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筹码。东江港上市只能对我们有益无害，让江河折腾去吧。可是现在汛情这么紧急，他忙着防汛去了，上市的事儿恐怕要搁一段时间了。上市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必要的时候，你应该帮帮他。
恐怕我又是一厢情愿吧。叔叔，那个伊娜最近进展有点缓慢，您说有没有必要我去趟云南啊？这事儿先缓一缓啊，让伊娜呢以丁氏珠宝行的名义继续和黄老接洽。伊娜这1年多倒是跟黄老明里暗里做了不少生意，黄老对她倒也客气，就是这个金印的下落还是没有线索。急什么？我怕他白白耽误我们时间呀。常考后落字，才见公仆。说心里话啊，我觉得沈房总的决定有商榷的空间。这水位到达梅码头防洪堤的警戒线时，为什么非要封堵溪口大堤的运煤通道呢？这中间不还隔着1000多米的距离吗？是啊，这运煤通道要真的是封了，我们这没日没夜努力可全都白费了。行了，威子，你也先别着急了，在这洪峰来之前，我们先让这防洪堤发挥最大作用吧。我看啊，还得找你大伯商量商量，再找水文专家过来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行。哎，江总，你怎么来了？我看你这状态有点不对呀。你看你发烧了呀？没事。发烧了还来大堤上吹风，还嫌自己烧的不够是不是？老倩，怎么说话呢？吃枪药了？沈房总打电话过来，说根据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降水量判断，长江发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是不可避免了。省委省政府已经指示，从现在开始，我们沿江所有的单位都把工作重心放到防汛抗洪上来。你放心，防汛工作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溪口大堤后面的仓库都已经盖好了，这周以内，沈房总调拨的抗洪物资就能全部到位。江总，你这身体状况这2天就别来江北了，回去休息吧。我没事，我自己的情况我清楚啊。你要制定出应对多种情况的多种预案出来。我准备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一支突击队，让刘黑子当队长。刘黑子我放心。还有什么呀？都冰成这样了，真想等洪峰来之前自己先倒下呀？那什么，我去那个溪口大堤后面的仓库看看去啊。你们俩先聊。刘倩，带江总去医院瞧瞧去。倩倩，我知道我妈去找过你。谁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发着烧呢来这吹风，就是想让我难受是吧？我没有啊。你就有。行了，先去医院吧。进。秦局啊，这海涛可把我坑苦了。你少废话。你终于愿意来见我了啊？你这2天跑哪儿去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不瞒您说，我死的心都有了，还哪有心思接电话呀？你先坐。哎，我跟你说啊，你跟海涛那些事情我不管啊，我就问你，
这个煤码头的防洪堤能不能扛住重大洪水啊？这煤码头的事儿，那朱总不都问过了吗？您怎么又问呢？当初在签订承建合同的时候，你承诺，这个防洪堤在建成20年之内，如果出现重大汛情，由承建方出资进行全方位的维护，并对重点河段进行加固，以确保安全。这个事儿你不会忘吧？忘不了，白纸黑字不都签着呢吗？您的意思我也明白。如果今年再出现跟98年相仿的洪汛，我抓住这个机会，组织一批施工队上去，在溪口码头和煤码头上来回巡视，能在省市2级那边加些印象分，对我今后报工程有利。那还废什么话呀？赶紧派一个施工队过来进行维护，这个事儿不能出任何纰漏。我倒是想派施工队，可海涛这次坑苦我了，7000万呢，都打了水漂，那绝远天珠也玩砸了。我那么大摊子要支应着，下个月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去，他哪有能力组织施工队上堤呀？你说什么呀？什么天珠？什么7000万？你是说海涛坑了你？他是这么回事儿。38度6，扁桃体都化脓了，还不来医院？以后烧啥没人管你。这不已经来了吗？挂水啊，没商量。行，听你的，听医生的。听你们的。建荣啊，我是听明白了，别着急啊，先喝口水。这事儿啊，我思前想后，除了海涛跟丁薇薇联手给我做的局，那不做他想。我前脚刚拍的天珠，后脚香港那些收藏杂志就刊登出文章，说存世的绝远天珠只有1块，就镶嵌在西藏大昭寺佛像配饰上。市面上拍卖的那都是赝品，写这篇文章的人在收藏圈里极有分量，在网络上有一通转载，那掀起轩然大波。您说，我刚拍到手的手串，他怎么出手？这个事儿会不会是巧合呀？巧合？他们为什么要坑你啊？我都调查了，刊登文章这些杂志社，那都是丁氏集团控股的，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拍卖那天，一直咬着我不放那女的，那肯定也是他们安排好的托。秦局啊，我这7000万要是真打了水漂，那我公司真离破产不远了。您无论如何得帮我做主啊！甭管怎么说，让海涛先给我个说法。建荣啊，这钱如果真要是海涛拿了去，我一定给你主持这个公道，把钱要回来，这个事儿不难。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给你主持公道啊？它既然是赝品，你就应该找拍卖公司啊，让他们给你退货赔钱啊。人家拍卖公司根本就不认账，说杂志上登的只是一家之言，那根本不可能因为别人随便说句话你就给我退货吧？那就走法律程序，跟他们打官司。不瞒您说，这事儿出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可连我律师都说了，这个官司打起来难度极大。那就算能立案，没个3年5载的也难见分晓。您说，这官司要打个3年5载的，我不定都死几回了。不对，建荣啊，我想来想去，你跟海涛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他为什么要坑你啊？这没有道理啊！这事儿我也想不明白啊，要么他就让丁薇薇给利用了，反正这事儿跟他丁薇薇脱不了关系。丁薇薇。
海涛是怎么给你解释的？他说他爸这段时间病了，一直往北京跑，给我来了个避而不见，打电话也都是搪塞我。这海涛的爸爸的确是身体不好，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海涛应该不是在躲你。等他回来，我找他好好谈一谈。如果这个事儿真是海涛所为，我让他一定给你一个说法，把你的损失尽量弥补回来。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还是防汛。你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找一个施工队来进行维修。这个我倒是有一支施工队在江北，离煤码头不远。要是有什么事儿，的确可以拉过来。但是，秦总啊，这防洪堤是重金打造的，那不是说冲垮就冲垮的，你甭担心。建荣，不要把话说那么满。有人已经给我建议了，让我在你修的这个防护堤上，每隔10米钻一个深孔，下入钢筋，用高标号的水泥进行灌注，给你这个防护堤再加固一遍。你回头给我算一算预算，少说也要1、2千万吧。出这个主意的人可太歹毒了，这是落井下石啊！要是真这么干了，那不是打我的脸，是打你秦总的脸呐！你要是给力，他们谁敢打我的脸呢？我问你啊，你当初用的那个钢筋是20毫米粗的好钢筋吗？是啊。那水泥标号是多少？应该是500号吧。先说，你要跟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你要再不跟我说实话，就没人帮得了你。秦总，是，也用了一些200号的水泥，还有一些小企业生产的高碳螺纹钢，不到1/4啊。这个工程，你黑了多少钱？不到1000万吧。哎，那个嫂子陪侄子出国学习，我送的卡，那是从这里出的啊。你王八蛋！你自己想找死，你还拉上我呀？你听我跟你说啊，省防总有明确的指示，一旦洪水达到煤码头的防洪堤警戒线，就要立即封堵溪口大堤的运煤通道，以确保下游的县市的安危。有那么严重？这么严重？这运煤通道江河自然是不想封的，我原本也不想封。如果江河一旦抗冰，这省里头不会让它留在东江港，但是你一次冲好，这运煤通道必须要封。煤码头的防洪堤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溃堤了，就会影响到它的身后的长江大地的安危，到时候你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我也会受到牵连。这溪口运煤通道要是封了，那东江港1、2年也缓不来劲儿，江河脸上也难看呐。哼，1、2年，那1、2年以后呢？封命封堵虽然能让东江港暂时的一蹶不振，但是江河毫发无损呐。以他的势头和动机，8成会东山再起。到时候我们不是还是受制于人吗？江河这个人做事无情，得罪人那么多，他既然出来混，迟早得还。这点您放心啊，您想一想，想想啊。先说，我现在脑子比较乱啊，情绪比较激动，你多包涵。但是事关重大，我也是为了你好。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明白，您都是为了我好。您放心啊，就算出了天大的事儿，也兄弟我顶着，绝不连累您。有你这句话，我也算没有看错人了。
但是你听我说，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你所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今儿玩话。抛石护地，这样就可以减轻洪水对于防洪堤的冲击，给你的工程加一个保险。不然的话，这洪水一旦冲破了防洪堤，你的那些钢筋啊、水泥啊就露馅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天灾，是人祸了。你明白吗？这堤脚抛石，加上护坎护岸，算下来怎么着得20万方的石料吧？我没那么多钱呢。这个我不管，你就是拆房子卖地，也要把这工程做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港务局会出动船只和雕机配合你作业。行，我明白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这笔钱先补上。可是，秦总，我那7000万的事儿，您看怎么办？怎么办？凉拌。什么事儿还有这个事儿重要啊？先把这事解决再说。威子，哎，卢叔，哎呀，你让我到这儿来，有事儿啊？卢叔，请您过来呢，就是有一些想法，想听听你的意见。等等，我猜猜啊，你是煤码头的总经理，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像98年那次大水冲了咱们煤码头的人，恐怕就是你了吧？说吧，什么事儿？卢叔，不光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但凡是为煤码头付出过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的。你看啊，这道子堤，它恰好啊，位于煤码头的防洪堤和西口运煤通道之间，长度、高度，包括两端的地势，我都反复的查看过了。卢叔，我有个设想，只要我们加固这道子堤，即便是洪水真的漫过了煤码头的防洪堤，那么洪水想要冲破这道加固的子堤，还需要时间。我算过了，大概3、4个钟头吧，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该封堵。如果真的能扛到最大洪峰过去了，那煤码头不就有希望保住了吗？卢叔，我这个想法可行吗？理论上可以，但必须还是要找专人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运算，才能拿出一套让省防总指挥部信得过的新方案来。还有，这件事儿，你跟江总商量过没有？你也听听他的意见，因为这事儿是明摆着跟省防总指挥部对着干的。我知道，他现在是东江港防汛抗洪的第一负责人，就算心里有这个想法，嘴上也不好明说。我倒是可以请一些5块的水文专家过来，利用局里那台大型计算机，根据不同的洪峰流量进行模拟计算，同时呢，也可以结合煤码头周围的水文地质情况，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封堵方案。我想，如果数据真实可信的话，沈防总也不会不考虑我们沿江单位的难处吧？也行。煤码头的防汛，你是负责人，先准备着。没错。好。谢谢你啊。谢谢啊。多按会儿。好点了。今天别过江了，回家休息吧。没事了，烧已经退了，刚才睡了一觉，现在精神多了。